谢皇上。白承禧，开始吧。是皇上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3年一选宫中巧儿，现在开始。好了，这2个可以传了。是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桂花蜜。桂花也能酿蜜？嗯，真香。甜的。哎，这干什么用的？这个能做桂花糕，还能做蜜汁排骨、甜粥啊，再加上一点，可提味道了。哦，蜜汁火腿也用得上哈。哎，可以呀。别再跟他说了，一聊起吃的来，他就没完没了的。江姑娘，你要是喜欢呢，就送给你了。给我？送给我？御膳房有的是。哎，可以带回家献宝了。紫禁城御膳房万岁爷专用的御用桂花蜜。单公公，单公公，哎呦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莽莽撞撞的。白公公让我传个话，绣娘比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让咱们赶紧把煮好的菊花茶先备着。啊，已经开始了？对啊，已经点名了。哎呀，这，快！快！杭州陈凤英，民女在。陕西何义群，民女在。云南李彩飞，民女在。苏州杭景珍，民女在。苏州江家园，江家园，江思直啊，你家闺女呢？她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她又躲到哪棵树上去了？公公，紫禁城没有树的。没。白承禧，何事耽误？回皇上，少了一个绣娘。少了谁啊？是苏州的江学文的女儿，江家园。苏州江学文？可是那个神针绣郎手江学文吗？正是皇上。那他上哪儿去了？来了！我来了！哎！哎呀，民女！民女！哎呀！江家园来报道。江家园，不好意思啊，白公公，我来了。我知道，你每次都要用这种方式出现吗？过去。白承禧，奴才在。既然已经到齐，开始吧。遵旨，皇上。现在开始。好消息！怎么了？皇上让绣女们抓蝴蝶。抓蝴蝶？是啊，万岁爷英明睿智，突发奇想，要打破往年比试的规矩，认为善绣之人自然该骨肉均匀，有奇人异象，尤其是手腕骨的力道应该拿捏的准确。
眼要明，手要快，要捕到蝴蝶，还不能捏死它。哎呀，这既然不按规矩比试，那怎么会用捉蝴蝶的这个主意呢？菩萨在上，信女将无事，别无他求。求您保佑我女儿江家园一路顺利，无病无灾，平安返乡。你若有神灵，就显给我看，也好叫我信服。我家女儿杭景珍，文采才情皆属上等之资，此番前去应选绣娘，该当入选才是天理。应了天理，我杭家保证，从此香火供奉，源源不绝。江婶儿，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我每次来说的都是一样的话，就是希望菩萨呀保佑圆圆一路平安就行了。啊，那我娘她怎么还没？啊，她去找住持说话去了。嗨，她要求的多些。哎，你怎么不去上炷香啊？我娘呢？哎呀，这人都来了。我娘她不让我进去，她怕我有私心。是怕你替圆圆求香火吧？其实你娘想多了，就我圆圆那点绣功，那是菩萨保佑不了她的。她要是中选，那真是没天理了。她开心就好。是啊，圆圆这孩子最大的福气，就是会自己寻开心。她要是一辈子都这么开心，我这个做娘的也就放心了。江婶，您放心，往后我会让她一辈子开心到老的。哎呀，那好啊，等他们回来，就让你爹正式来提亲吧。哟，这话可说错了啊！等他们回来，那可就有的等了。如果要回来啊，可能只有你们家家园一个人回来。我们家景珍呐，是一定会被选上的。选上了怎么回来呀？得留在宫中啦。娘，你也留点余地嘛，现在就把话说得这么满。哎呀，我本来就要把话说得这么满。我不只要把话说得这么满，庙里功德簿上啊，就连香火钱我都先捐上了。而且我用的呀，是御用绣娘杭景珍的名义捐的。哎呀，晚捐呐，不如早捐呐。我对我女儿啊，真是充满了信心。那我就先恭喜杭家了。哎呀，想必此时景珍一定是风光无限的。有什么毛病啊？千里迢迢的从苏州奔过来抓蝴蝶，我家的肥猫都懒得抓蝴蝶呢，要我来抓？哼，猫最会抓蝴蝶了，找只猫来当绣娘好了。家园，家园，姑姑，快去扑啊！姑姑，多难看啊！快扑啊！快呀，小姐！哎呦！给你看好东西啊，这个特别好吃。哎呀，还想着吃，你怎么不去抓呀？不抓。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可回去告诉老爷啊，说你在湖南狂吃烂赌的，还被人抓进了官府。别，你别告诉我爹啊！那就快去，快去，去呀！哎呀，就差一点。
奴才在。这丫头灵光啊！是皇上。马点梅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你说今天怎么这么累啊？哎，有什么好吃好喝的，赶快给我拿过来啊！佩云，咱们不得不承认，承认什么？承认你聪明？什么呀？咱们不得不承认，咱家后院那只肥猫，它太不容易了。抓耗子也就算了，原来啊，是抓蝴蝶还是个本事呢。它又没有桂花蜜，我呀真是服了你了。哎，你哪儿想出来的点子啊？哼，服了我了吧？平常就知道会笑我痴，现在才知道这一吃啊，天下无难事。江家园，哎，干嘛呀？大呼小叫的！你使诈，你用奸计！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这招又不是我想出来的，那是天子万岁爷想出来的。谁知道要抓蝴蝶啊？万岁爷可没让你用奸计。哼，你又误判圣意了吧？这皇上圣明，他呀要的不只是会绣蝴蝶的手，他要的是聪明的脑袋，机智的绣娘。什么叫奸计？计本无中间之分，要看人怎么用。达到目的，获得成功，这就是好计。你早就知道内幕，早就知道今天比试的方式，所以你才会预先带着一罐蜂蜜在身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不公平，不公平，知道了。你姑姑早就已经告诉你了吧？你扯我姑姑干嘛？如果跟你姑姑真的无关的话，你怎么会用这样的奸计呢？姐妹们，江家园胜之不武，江学敏徇私舞弊。对，就是胜之不武，徇私舞弊。唐锦珍，你干嘛你？你这个小人，你比试赢不了我，没本事，还让我姑姑。你动手，你动手推我！你使奸计，你还动手推我！哎呦，我手好痛啊！没事的。好你个江家园，自知理亏服不了人，你就动粗！姐妹们，他欺负人，他欺负人！他欺负人！让欺负人！他欺负人！仗着他爹是神针绣郎手，就可以随便乱欺负人了吗？说不定他爹早就知道内幕了。姐妹们，我们都被糊弄了！你还诬赖我爹，你敢把我爹扯进来？难道跟你爹没有关系吗？你还推我们，还打我们！我就推你怎么了？我就动手了。你呀，还不如吃蝴蝶呢！我捏死你！给我打呀！江家园、杭景珍，你俩要不要脸呀？啊！竟然闹出这种事来，还说你们两个是从苏州来的同乡呢。谁跟这个野蛮人是同乡啊？江家园，你先动手打人，说起来，你倒还有理了。我就轻轻推了他一下。我要真想打他呀，凭他，打得过我吗？你说什么？白公公，我错了，是我们的错，对不起了。哎，自己认错就行了，别扯上我，我可没错。好，对，是我一个人的错。白公公，您别生气了，生气伤身体。哼，早说呀。江家园，你还穷追猛打啊？他都被打了，他都认错了，他比你识大体。他还打我了呢，你没看见啊？我没看见他打你，我只看见他认错，他就比你懂规矩。他血口喷人，他骂我姑姑，骂我爹，说我们早就知道题了。你都骂到我家里人了，我还能忍吗？哪有那么神奇的事情嘛？没有缘由的，预先在兜里揣一瓶蜂蜜，这是不是也太巧了？这事儿啊，倒还真是冤枉他了。除了皇上和我，那是绝对没有人知道到底如何比试。我错了，公公。这事儿啊，也怪不得你。谁都想在这一试中一鸣惊人，出人头地。是啊，公公。毕竟啊，能留在宫中担任巧儿，那是无上光荣啊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没什么了不起啊。你再说一次。留在宫里，
没什么了不起。那我倒想问一下江家园，你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呀？哎呀，你说这儿有什么好玩的？还不就是吃的好点罢了。也就只有他，只有咱们的皇上，他才能吃香的喝辣的呀。其他人啊，在紫禁城里，左右不就是个奴才吗？只有1品奴才和7品奴才之间的分别而已。有些奴才连个品都混不上，哎，这还有人眼巴巴的想进宫当奴才伺候人呐。说得好啊，这倒也是，谁一生下来就想当奴才伺候人呢？公公，我可不是说您啊，您可千万别误会。没什么误会，说就说了嘛。而且你也说得对，我还不就是个奴才？谁说的？白公公，您可是宫中堂堂的总管领事，可是官拜4品的总管太监呢。那又如何呀？照家园所说，我还不就是个4品奴才？不错啦，4品啊，好大的官啊，可以管好多人呢。就不能管你？你们2个，好了，别再闹了，别让人家再看笑话了。下午还有比试，你们2个先回去吧。等一下，杭景真，公公有何吩咐？你哪里受伤了？我这里有药。我手被抓伤了。公公，没事，我先走啦。小姐，怎么样？没受责罚吧？到底怎么样啊？没事吧？江叔，你看，哎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景真呐，你是个明事理、懂规矩的孩子，这事儿让你委屈了。是公公大人有大量，不跟我们计较。还什么大人呢？那个丫头片子，我还直说我就是个奴才。那我可不服，天底下能够有几个人像公公这样位高权重的？且不说公公坐这个位子，坐了这么多年，就说什么？就冲公公这样的尊姓，我也见不得别人羞辱您。怎么说呀？我娘也姓白，不说沾光，也觉得带着3分亲。哦，原来外家也姓白呀。是啊，公公，所以见到您就跟见了家人一样，觉得分外的亲切呢。哎呦，好啊，算起来，你也算是本家的闺女了。谢谢公公不嫌弃。哎呀，别玩了！你真这么在白公公面前应答的啊？对啊，我就这么说的呀。哎呦，小姑娘啊，你可得罪人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你不知道那个白公公啊，他心机阴险，城府很深，斤斤计较，老奸巨猾。他呀，尖酸。小祖宗啊，你可不，这话说不出来很难过的。我说你怎么到哪儿都死性不改，口无遮拦啊？要能改，能叫死性吗？再说了，明明你们心里都是这么想的，干嘛不让我说啊？有些话只能搁在心里去想，不能挂在嘴上。反正也来不及了，我说也说了，收也收不回来，而且我压根就不想收回来。我就是觉得什么4品总管乱七八糟的，他是在说了。家园，这些年来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心眼儿啊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宫里，一句话说错，身家性命都会难保的。你都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什么人，就会闯下祸根呐。所以我不愿意进京，不愿意选上绣娘，我不要留在宫里。你可想入选刘宫啊？公公，景真很希望留在宫中。孩子，过来。公公，
规矩。请公公教诲。周礼有在，刺绣，亦画乃次之，故画、绣二公，共其职也。公公的意思是，皇上要考画？皇上睿智英明，哪有那么容易让你料中呢？谨遵愚钝，请公公明示。闺女，接下来的这些话我只说一次，你要仔细听着，听不听得懂，那就看你自个儿的慧根了。敬谨受教。第2轮比赛开始。大家听好题目：规矩。规矩的人秀规矩。哎呀，姑奶奶，你说这叫什么题目啊？这规矩，这规矩要怎么秀啊？就算老爷来了，他也秀不出来规矩啊。我只听人家说过要守规矩、懂规矩，这怎么秀规矩啊？所以说呀，根本就没有人能秀出规矩来。这规矩啊，只有万岁爷自个儿知道。哎呦！什么嘛，不考花鸟鱼虫，考规矩。江家园，请遵守考场的规矩。哼，万岁爷都没吭气儿呢，哪轮得到你来教我规矩啊？止步，不得无礼。哎，白承禧，不要吓着孩子。是皇上。规矩啊，这次皇上出的题也太难了。是，你说这要是花二鸟啊，规矩谁知道啊？也罢，竟出这种考题，输了也不丢人。哼，你怎么就认为家园一定会输啊？嗨，这第一关让他过了，那是蒙的。我说这回他肯定不能过。我说不丢人，那是因为他出的是这种考题。哎，人家也不知道，小姐根本连针都不会拿。反正我相信他一定能过关的。哎呦，哼，小兄弟啊，看看，你说这种话都心虚。哎呀，明天就可以回家了。老东乡，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啊，给我弄点，明天我就回去了。啊，行行，我给你备去，我这就给你备去啊，你等着啊。皇上，这是苏州杭景真所绣。哎呦，多好啊！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外圆内方，刚柔并济，有为有守。正所谓情在境内，义在方外啊。该说的话都让你说完了。奴才不敢，奴才放肆了。不懂规矩啊！万岁爷，请恕罪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谢万岁爷。还有吗？还有最后一幅。皇上，这是最后一幅。
是苏州江家园所绣。江家园，民女在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让你绣规矩，你为何绣字呢？回皇上，民女啊，本想绣皇上圣像，但恐大不敬诋毁龙颜，于是绣字。那何以绣皇上二字呢？普天之下，莫非黄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民女以为啊，这规矩是人立的，但朗朗乾坤，谁人能立规矩呢？唯圣人耳。又天下圣贤之人，为谁所用？为皇帝耳。圣主贤君如万岁爷，以身为本，立下典范，德行如草上风，风行草偃，臣民幸福。这样便是可以流传千古的规矩。好，就说你说的好。皇上说的就是规矩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就属你说的好啊！江家姑娘果然是兰心蕙质。来，你看看这2个字，字体工整，气势恢宏，而又言简意赅，完全表达了规矩的含义。怎么，你不以为然吗？奴才不敢。别说不敢，让你说你就说。是皇上。奴才认为，这江家园的确是机灵聪明，善解人意，但刺绣得论真下功夫啊。哈，据奴才所知，论真下功夫，在这些绣娘里面，当属杭景珍呐。杭家姑娘杭景珍，她自小就在苏州绣室里崭露头角。她谱不离眼，针不离手，她……朕心里有数。这个刺绣自然是要见真功夫的，所以朕并没有把杭景珍淘汰。他那圆中带方的解释规矩，也属佳作。明天就看看他们交上来的成绩，谁能入选绣娘，明日自当见分晓。皇上英明，识人适用，奴才不及呀。再过2年，我也可以告老还乡了。是啊，也该舒舒服服的过几年开心日子了。嗨，也就是粗茶淡饭，咱们呢，可不能跟白公公比呀。他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儿，现在呀，在外地置办家产啦。听说啊，连老婆都娶了好几房啦。老婆？啊，哎，他也能讨老婆吗？这不是作孽糟蹋人吗？哎，买了人家黄花闺女，在家过干瘾，这叫生不如死啊！我们呐，可做不出这种事来。哎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紫禁城是有宵禁的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你们怎么不管宵禁啊？还几个人在这喝小酒？有什么好吃的？哎，回来！我们是男人，知道吗？男人。哼，我看呀，除了你和老江父之外，其他那些……行了行了，我可不想半夜3更的听你在这瞎掰啊！说干嘛来了？哎，别告诉我你是肚子又饿了。子时刚过的时候，御膳房刚给你们送过夜宵。我睡不着。睡不着你就绣啊！皇上不是已经给你们出题目了吗？就是绣不出来，我才睡不着的。哟，你不是挺能干的吗？连过2关，简直就是秀才。还有你绣不出来的？你别以为我听不出你在讽刺我啊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绣不出来就绣不出来吧，反正你又不是真正会绣的人。再说了，
你又没有想过要留下来，秀不出来不正好吗？哎，不一样，想秀和不想秀是两码子事儿。你这人怎么一点荣誉感都没有啊？我现在啊，那可是众望所归、最被看好的呢。总不能让人家知道我是真的不会秀，多丢人啊！国泰民安，怎么秀才能国泰民安呢？哎呀，你就再绣上皇上2字，这皇上万岁，准能国泰民安，一通百通，谁敢反对啊？哎呀，我这都快急死了，你还气我？我说的是真的。不行，一招把式不能耍2遍，万一惹恼了皇上，判我个欺君之罪，我不就完了？是啊。怎么办？哎，你先别着急，哎，咱们坐下来慢慢想啊。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。闺女啊，我已经向皇上提过你了，你要用心去绣，明白吗？谢谢公公，我明白了，这一次我一定会赢，我一定会赢的。好，你想到了？我放弃了。啊？放弃了？喂，你的荣誉感呢？你的自尊心呢？你不是众望所归、最被看好的吗？哎呀，我认输行不行啊？让我绣那些俗里俗气的花开富贵、歌舞升平，我根本绣不好，我干脆放弃算了。哎呀，哎，这认输也是需要勇气的。我爹罚我练字的时候，我写过的，什么大智若愚，大勇若怯。我若怯，我怕了，行不行？这可也是一种大勇呢。我可是很勇敢的。哼！喂，干嘛啊？耗子！喂，你不好勇敢的吗？见只耗子就把你吓成这样。喂，你大勇呢？吓我一跳嘛！哎，有了！什么？国泰民安呐！我有办法了。你来干嘛呀？你去哪儿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去找你姑姑了，对不对？你有毛病啊！这宫里是有宵禁的。你去找你的姑姑，因为明天的绣作，凭你的能力，你根本完成不了，所以你去找她啄刀了，对不对？哼！杭景珍，你生病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儿都生病了。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？拿什么东西啊？你干嘛呀？你给我！杭景珍，这比试对你有那么重要吗？咱俩自小一块长大，你怎么就那么恨我？我从来都不是你的对手，刺绣我远不如你，谁都知道啊。为什么就你想不通？那你为什么要求胜？为什么要刻意讨皇上的赏识？我没有刻意讨赏识啊，我只是什么？只是天生招人喜欢，顺其自然的，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，向着你。我为什么那么讨厌你？我为什么恨你？就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喜欢你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真的很讨厌江家园？那我自动放弃好不好？明天我交白卷，让大家以为我根本就不会绣。你本来就不会绣，你本来就连我的一根小指头你都不如，你本来就应该丢人现眼闹笑话的。你不用放弃，你有多少功夫，你通通都使出来，少在这假仁假义掩饰你的无能，还要让我来领你这份情，我不稀罕。
不稀罕还来检查我，切，稀罕的不得了呢。我就用这炭汁啊，直接画在你手上。你回去以后啊，当绣补，照着绣就行。别动啊！痒。忍一下，很快就好。阿恨，我注定是会辜负你的。祝爱卿平身。谢皇上。直接把杭景真和江家园的绣作拿来给朕看。是皇上，呈上来。皇上，这是杭景真的。好，让他自己说。杭景真，启禀圣上，民女所作，乃绣法中之穿罗绣，绣的是唐乐舞。民女认为，中国上溯1000年，自周至大明以前，为汉唐盛世，所以民女选择唐乐舞的主题，来表现大明盛世之国泰民安。好，用心良苦，说得很好。白长喜，把江家园的作品呈上来给朕看看。是皇上。皇上，这是江家园的。江家园，你这绣的是什么意思？肉眼是看不出啊，但在手中一握，这优劣立马分出高下。广州丝还是粗啊，无妨，先混着用。前几批依然在杭州染吧，先别让它在颜色上分出高下。那自然，所谓江南染色胜于杭州。宫中选用黄色，其他地方染的就不如杭州齐全。江学文专职宫中上用贡品，杭州黄和其他黄一眼便能分辨得出来。徐先生对染工也是知之甚深呐。这是以前曾在杭州小住过一段时间，稍有接触。大小姐入宫选绣娘一事，应该是到传家宝回来的时候了吧？此行千里啊，就算有佳音传回，恐怕也没这么快呀。去了有大半个月了。怎么了？想儿子了吧？怎么会呢？你这个孩子教得好啊，认真做事，不多话。过奖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挺欣赏他的，算是一种缘分吧。他和我投缘。是吗？这孩子傻乎乎的，我还担心他一路来回会不会得罪大小姐呢。徐先生，你失言喽，怎有来回啊？是只去不回。对，一旦大小姐入选绣娘，那就要留在京城宫里头了。我看江学文还能得意多久？届时我府也出了位宫中绣娘，这很多事情都得重新再谈了。江家园，你胆子实在是太大了，恃宠而骄。你仗着皇上对你的欣赏，你竟敢公然不敬！民女没有，民女不敢呀。还说没有？
皇上要的是国泰民安，你竟然绣上几个畜生，把老鼠也绣上，你还不是公然藐视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把……闭嘴！在圣上面前，你竟敢回嘴狡辩！让他起来说话吧。是皇上，还不起来？谢皇上。朕问你，你所绣的一鸡一犬一猫一鼠，难道不是暗指鼠辈横行，鸡犬不宁吗？回皇上，恰恰相反，这就是万岁爷您要的国泰民安呀！又玩什么花样？这是国泰民安？是啊，花开富贵算什么呀？民生潦倒的时候，花一样得开啊。清明上河图算什么呢？那呀是有钱人家的玩意儿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旁仍有冻死骨。唐乐舞算什么？贞观之治，那是以前人的。那你这个老鼠，这几个畜生算什么意思啊？人手里人作乐，人吃得饱都不是难事。民女认为，真正的太平盛世，国泰民安，那得舒服到畜生都祥和了，鸡犬交好，饱足到天敌如猫鼠都亲如一家。简单的说啊，就是好到连猫都不抓耗子了。那上面绣的就是啊。这个就是真正的国泰民安，六畜兴旺了。要不怎么会有宁做太平犬，不为乱世人这句古话呢？说得好啊！民生富贵，就连猫都不抓耗子了。说得好！说得好啊！白长喜，今天我们可是选中了一个聪明的绣娘啊！奴才明白，你还不谢主隆恩？谢主隆恩，我可不可以放弃啊？恭喜呀、恭喜你家小姐，你家小姐啊，真有两下子。那当然，刺绣世家嘛。是啊，我在宫中的最后2年有家园陪我，我就再也不寂寞了。是啊，他这一来得10年呢。10年。留在宫中10年，景风少爷还会等待吗？为何要放弃这份殊荣呢？我要嫁人。大声回话！我要嫁人。就是为了要嫁人吗？是啊，一耽搁10年，待我出宫之时，我都成老姑娘了，到时候谁还要我？那现在就有人要你吗？有，现在还有人要，那是我爹娘为我指腹为婚的亲事。既是指腹为婚，难道他敢悔婚，连10年都不等吗？他是会等，可是……起来回话。谢皇上。估计啊，他是会等，可是我等不及了，我想早点嫁给他。有这么恨嫁的女孩子吗？姑娘家的也不知道害臊。我不害臊，我就想早点嫁给他，请皇上成全。好，成全你，成全你。来，难得一个女孩子家如此勇敢，且不爱慕虚名，朕就成全你，不进宫就不进宫，让你嫁人去吧。谢皇上成全。来，朕送给你作为嫁妆。以后啊，凭此玉佩，你就可以素颜面圣。你还愣着，还不谢主隆恩？谢皇上恩赐。平身。
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小祖宗，这是皇上赏赐的东西，你怎么能如此轻慢啊？哎呦，现在是我的啦！哎呦，你正经一点行不行啊？别再惹祸了。不就是块玉佩吗？找找啊，咱们苏州老街上一定有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玉佩啊，这是万岁爷赏给你的。当时还说了，凭此玉佩可素颜面圣呢。哎，姑姑，这素颜就是不洗脸的意思吗？这不洗脸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就经常懒得洗脸啊。真不懂规矩。姑姑，以后啊，谁也不许说我不懂规矩。我可是考过了皇上设的规矩那一关。那是，哎，但是你知不知道啊？得此玉佩，那是多大的恩宠啊！这后宫六院里，有几个贵妃娘娘能被恩准素颜面圣的？哪个见皇上之前，不都得去熏香沐浴，整肃仪容的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不觉得呀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，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疯疯癫癫的？你这样下去怎么行啊？还当着大庭广众之下说自己为了成婚不进宫，这万一要是传出去啊，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啊！我是想嫁人啊。你怕什么？杭景峰那吃小子，让他等你一辈子他都等。我怕我会变。皇上，免议。宁缺毋滥，朕官不来，赐印，朕不要。皇上所言极是，奴才遵命。皇上说了，他说今年绣娘一职从缺，别失望。景真，3年后还有机会。这江家园急着嫁人，这宫中绣娘一职，迟早是你的。景真还是要谢过公公。哎，快起来。你记住，一定要坚持。这江家园这么嚣张，他早晚要倒霉。我们就等着瞧。摆出来，摆出来！有什么好吃好喝的，全都给我拿上来！哎呀，你小声点啊！这可是单公公啊，为你私下开火呢。哎，不妨不妨。宵禁之前呢，吃饱喝足，各自回房间。来来来，都坐下坐下。啊，有那道冰糖肘子吗？想死我了！哎，来了来了，冰糖肘子来了。为了这道肘子啊，我都可以放弃杭景峰。就爱吃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小姐他可敬你一杯。真有两下子，轻轻松松就过关入选绣娘了。哎呀，那叫什么本事啊？反正3年一选，每次总有人选上的。我姑姑不早就是宫里的绣娘了吗？是哟，真难得啊，谦虚起来了。哼，他还有话没说完呢。你又知道我有话没说完啦？当然，他的意思啊，是选中绣娘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让入选的绣娘不入宫，那才了不起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被我猜中了？行了，来，大家喝一杯。来，哎，我们家小姐啊，那才叫一个本事呢。别人挤破了头，用尽了心机手段选不上，我们家小姐轻轻松松连过3关，对不对？还有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还获得了当今万岁爷赐的白玉玉佩1枚。嘿嘿，这下可好了，老爷有先帝爷赐的匾，小姐呀也不是弱啊。获赐当今万岁爷赐的玉佩，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！厉害厉害呀！这下杭景真啊，可难过喽。哎，行了，快吃吧。昨天晚上我本来要弃权放弃，把这头衔让给他，是他自己不愿意，还凶了我一顿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下去快吃吧。江家园，
我恨死你！这一辈子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是，请坐，请坐。静婷啊，有桩事我想问你。哦，什么事啊？今天早上啊，木渎那儿来了几个人。木渎，什么人啊？桑农啊。桑农？他们来有什么事啊？说是今年咱们绣庄里向他们采购的丝量锐减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啊。年年我们向他们采购的丝量都是有定数的，何以今年锐减呢？哎，你忘了，今年闰5多了一整月的黄梅天嘛，所以骚过上过色的丝那是经不起放的，天气潮湿，色一退。再加上这样，你这阵子又忙着为圣上赶绣龙袍啊，更得小心啊，万一稍有不慎，用上了劣等丝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所以我就自作主张，暂时先缓缓吧。哎，你看我，我没想到这些。应该啊，我先跟你说一声，下回这种事呢，我一定先向你禀明。快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。你脑筋想比我灵光，以后这种事儿啊，还是你说了算。哎呀，怎么了？那些桑农们不高兴了？直接上你那儿告状去了？那倒也不是，大家都是合作多年的老伙伴，心中有疑问，便就问到我这儿来了。什么芝麻大点的事都直接上去问你，倒叫我们这些下手挺难做事啊。静婷啊，这么说话就见外了，咱们是多少年的老交情了，啊，有什么上下主从之分呢？你做事条理分明，我不过善绣而已呀。这些年来，若不是靠你多方打点，苏州绣市岂有今日的荣景啊？是啊，你呢善绣，尽管埋头去绣吧。我呢，管外务杂事。咱们兄弟联手，岂止是兄弟呀？不久啊，咱们还是儿女亲家，是吧？哎，说到这个孩子们的婚事啊，这婚事啊，等你忙完龙袍以后再说吧。这婚事一办起来，琐碎杂事一堆呀。我怕扰乱了你的心思。静婷，怎么我一提这婚事你就推拒啊？难不成你真要退了这门亲事？瞧你这话说哪儿去了？18年前的铁约定，我退得了吗？我们总得要等孩子回来之后才能着手进行吗？这都是啊，就怕你家景真此去不回，留在宫中了，那你夫妻俩还不得赶赴京城一趟？这一来一回，又得耽搁了。这幸好啊，这婚事办的是家园跟景峰他们，如果办的是景真呢，那才叫耽搁呢。这一等啊，就是10年了。这都是，幸好。王大人来了！哎呦，王大人，王大人，二位，来，请坐，里面请。好，请坐。王大人说有喜讯。是啊，我呀，等不及经理的公文了，先来向你们报喜。据说这次宫中选秀娘，我知道。静婷啊，恭喜，景真果然不负众望啊！谢谢。景真这孩子的确是下了点功夫的啊。哎呀，岂止是一点啊！景真啊，可是下足了功夫的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也不怕王大人笑话你？哎呀，王大人是来给咱们道喜的嘛。张嫂啊，张嫂，杨庄主，哎呀，张嫂，恭喜你家闺女选中绣娘啊！这，王大人，你刚才说？我是说你家闺女江家园拔得头筹，选中绣娘了。江家园，可不就是江家园？真是虎父无犬女，青出于蓝胜于蓝呐！您府上可是出了2位御用巧儿，这还不该道喜吗？那又何须上我家道喜呀？应该，自然应该，理当应该。
敬亭是家园的师傅，那是名师出高徒，敬亭鞠躬绝尾呀！哎呀，不敢不敢，我哪敢鞠躬啊？都是家园天资聪慧啊！不是景真，不是景真。哎呀，这下可好了，景峰和家园的婚事，我看又得耽误了。这杯喜酒啊，我还是喝得到。10年后啊，这就是我为什么来你家道喜的原因。江家园虽然入选秀娘，可是他放弃了。放弃？他还放弃？是啊，他放弃了，你们家闺女景真，不就递补上去了吗？啊！哎呀，所以我们家景真就可以留在宫里了。是啊，这就是所谓我来你家道喜，一家选中两家喜啊！说来说去，苏湘粤蜀4大秀派，还是我们苏派独领风骚嘛！啊，是。哎呀，景亭啊，恭喜恭喜啊！是啊，还是有赖家园让位啊！哎，哪里，看你说的。哎呀，选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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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选中什么了呀？家园入选宫中秀娘了啊！是真的吗？啊，家园真是赏人有赏福呢。郝少爷，你可真有福气，媳妇儿是御用绣娘呢。是啊，恐怕要等10年了，能娶到巧儿，等20年也值啊。是啊。糟了，景真没选上。娘，爹的，没有天理呀！真的没有天理呀！怎么选上的会是圆圆呢？那你开心了？您怎么这么说呀？没听到消息就知道不妙，要是真的话，爹哪受得了啊？就是真的，那个王知府，他是亲自上门来报的信儿啊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的老婆呢，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，就快要嫁进我们杭家的门了。你倒是想想啊，正所谓造桥修路、施粥赈灾，你打听打听这儿的老百姓，1年3次法会，平时的香油钱，我杭家出手小气过吗？夫人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您慈心人善吧。那么结果呢？做功德是做功德，选秀娘是选秀娘，这是两码事啊。比试远在京城，又岂是我们小小一间寺庙做得了主的？哎呀，你现在倒是推得干净利落呀！啊，让我捐钱的时候，你不是信誓旦旦地说你们神灵如何清明，香火鼎盛，直达天庭，你忘了吗？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我可是信了你的话，才诚心诚意的上香祝祷，才大把大把的把银子送给你的。杭夫人，您这叫我怎么说呢？收了我的银子，就该应了我的愿。杭家嫂子，你就不要再为难住持了。你捐银子，那也是造福乡里，功德无量嘛。阿弥陀佛。他捐了你们多少香火钱啊？香火钱是不能退的。不是让你们退。这样吧，说个数，我贴给你就是了。这功德簿上还是你家的名字。嗨，我杭家出不起这点香火钱嘛，我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哎呀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跟佛菩萨争什么气呢？住持，您先请回吧，不敢打扰您清修。阿弥陀佛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也知道你心里不舒服。说实在的，我也没料到中选的会是家园。哼，得了便宜卖乖。哎呀，这卖什么乖呀？我们也没占着什么便宜，你们也没吃亏啊。说实话，这最风光的是你们杭家。你想啊，圆圆是你们家的媳妇儿，那以后她就是杭江氏，入的是你们杭家的祠堂，百子千孙传了下去，族谱上记的可是你们杭家出了一位秀娘，这份风光是算不到江家头上的。况且谁都知道，这圆圆是你们家敬亭一手调教出来的。谁知道外头的人会怎么想这份功劳啊？你倒说得好听。当然算你们杭家的。你想，他以后可是要给你磕头进门的。想想堂堂御用秀娘，
要给你磕头奉茶呢。这说起来呀，你是最风光的。我们受得起吗？受得起，受得起。你是她婆婆，你受不起，那谁受得起啊？别说庙里香火不灵，那菩萨可是有先知的，他让圆圆中选，好让光彩落在你们家的头上。你那银子没白捐。里面请。啊，谢谢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呦，可累坏了，这应酬啊，可真比刺绣难多了，对吧？还在做梦是吧？啊，连自个儿都不相信。哎呀，你说怪不怪啊？这千挑万选，这怎么选也不该是圆圆入选。哎呀，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她啊！你这话说的，我女儿啊，这是吉人有天相，鸿福齐天，兰心慧智。得，你女儿最大的优点就是识相，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重，绝对没犯糊涂。否则的话，以她的能耐，你想想，针不会拿，线不会分，相不会开，色不会用，她能待在宫中当巧儿吗？有你这种当爹的吗？哼，她是我女儿，我太了解她了。回来也好，早点把婚事给办了。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找个好的归宿。这婚事啊，我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的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圣上御赐的玉佩做陪嫁呢，这可是古今绣娘第一个呀。哎，他爹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听到没有啊？那女儿的婚事不急，不急啊！不急？不是你说的想早点把她嫁出去，也好了了你一桩心事吗？哎，此一时彼一时。哎，他爹，咱可不能势利啊，总不能出尔反尔吧？我说了不嫁了吗？那你又说不急，此一时彼一时的。嫁是一定要嫁的，只是条件可以谈好一点吧。哎，你把女儿当什么了？她可不是筹码，让你揣在口袋里数数谈条件的。你瞧你说什么？我又没说要图行家的钱财家产。那你说什么条件？爹，我扶您回房休息吧。来，让开。您累了，回去睡觉吧。明月高高照九州，几家欢乐几家愁啊！哼，这会儿他也该累了吧？哼，宾客迎门，酒水茶饭，这会儿也该累了吧？一样的累呀，江雪文他累得开心呐，啊！爹，咱们家也可以开心啊，没这么严重。那景真不也？闭嘴！我不稀罕，行家不会稀罕的。他中了，而放弃，让景真去递补，比景真不中更让我难堪。这丫头，等于当场给了我一耳光，还要我谢她一句打得好。
圆圆她不是这种人，她没有那么深的心机。她没有，她太有了。表面上，她装着什么都不知道，实际上她心里面比谁都清楚。她是鸭子划水，磨刀霍霍。是你暗中教了她是吧？爹，您在说什么呀？我是您儿子，我教会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他若入了宫，他不是没有入宫吗？在比试中胜了，然后放弃，既赢了面子，又挣了里子，给我一耳光，替他爹出了气，回来还可以嫁给你，高明啊！高明啊！您喝醉了？怎么就栽在一个黄毛丫头手上？我杭敬亭的一儿一女，为什么就比不上人家半点聪明啊？为什么你们这么不争气啊？爹，回去睡觉。女儿不争气，儿子是个窝囊废，吃里扒外，胳膊肘向外拐。我没有。爹，您究竟让我怎么做才能满意？当初你们三个联合起来，鼓动他去，我明知道他要出丑，但我忍了。接着，爹你根本就是在敷衍，您什么也不交给他。我看在眼里，我也忍了，这还不够吗？作为杭敬亭的儿子，我抚养无愧。我唯一对不住的只有圆圆一个人而已。我从不曾在私底下教她任何功夫。我对圆圆别无他求，我只希望她能早点过门。爹，您该不会连这也让我放弃吧？您不想让她进家门了？如果有朝一日关系、态势起了变化，你会站在哪边？我站在哪一边？你决定不了吗？爹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我让你明白，你的脚踩在杭家土地上，头顶在杭家的屋檐下，你身上流着杭家的血，名字冠着杭家的姓，这就是你的位置，你的身份，你明白了吗？我就是啊，要一直是，永远是。我当然是。好，那我会尽快去提亲的。